禀太后，小王爷病倒了。哎呀，心儿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太医诊断，小王爷是感染了风寒。哎呦，这孩子好好的，怎么说病就病了？姑告诉你们，心儿要是有个好歹，你们统统给我陪葬。哦，乖啊，乖，心儿。有鬼！奴婢该死！殿下，你半夜三更的跑来，大气也不出一声，奴婢以为闹鬼。让我跟孩子待一会儿吧。白天太后在这里，我不敢靠近一步，只好夜里来了。你就通融一下吧。太后有严令，除了她，谁也不能接近小王爷。你也清楚太后的脾气，就别让奴婢为难了，赶快走吧。这些全都送给你啊！这，你就行个方便吧。眼下夜深人静，太后已经休息了，绝对不会有人知道的。孩子是我的命根子，没有他我一天都活不下去。求求你让我看看他。嘘，你想把人都吵醒吗？夫人，请快一点，过会儿接替我来守夜的人就要过来了。心儿，我的孩子。皇太后驾到！太后来了，快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！快，殿下，快找个地方躲起来呀！听说你医术高明，姑才大费周章地把你从长安接过来。不论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心儿医好。医不好的话，就别想活着离开定陶。怎么样？太后，据微臣诊断，小王爷并非感染风寒，而是患了一种疫症。这种病尚无对症之药，这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。什么？谁在屏风后面？出来！谁准许你进来的？你是怎么看管小王爷的？把他给我带下去，从今以后再不许靠近孩子一步。快呀！太后，殿下，走吧。太后，为什么不让我看孩子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惩罚我？求你，让我照顾心儿，我是她的母亲。你这个不祥的女人，想想，你把你的亲人都害成什么样子了？我的康儿也是被你克死的，怎么，你还想克死我的心儿吗？你的身体里是不是住着魔鬼？你这个克星，想见心儿吗？哼，可以呀。你把康儿先还给我呀，我就让你见心儿。把康儿还给我，我是他母亲，你把康儿还给我，还给我呀！太后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深爱着恭王，而心儿，她是我的骨血，我怎么会害他们？你叫我怎么才能证明我自己的清白？我可以去死，只求你相信我。我从来没有害过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。如果我的命能够换回恭王的命，我可以马上就死。心儿，
心儿，殿下，走吧。心儿，心儿，看看奶奶，心儿还难受是不是？心儿不哭。太后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吧，休息一下。如果不眠不休的拖下去，你的身体会撑不住的。拿走，统统拿走！心儿还没好，姑什么都不想吃，拿走！心儿，你千万不能有事，你是奶奶的命根子。你父王已经走了，奶奶只有你一个了。你父王没能完成奶奶的心愿，你是奶奶的唯一指望啊！心儿，你不能丢下奶奶，你不能丢下奶奶呀，心儿！妹妹，妹妹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为什么身上只穿着单衣？这么冷的天，怎么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啊？孩子，我的孩子在井里面，你快看看，是不是我的孩子？阿娥，你的孩子早就不在这个世上了，你怎么会听见他的哭声呢？不，我听到了，孩子在哭，孩子在哭，你没听见吗？阿娥，你别吓我，哪有孩子的哭声啊？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我的孩子没有死，他就在井里面。我们赶快去找陛下，告诉他孩子没有死。要快，快，要在赵飞燕没有把孩子生下来之前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昨天还好好的一个人，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啊！赵飞燕她根本就不配有孩子。她不配。妹妹，你别担心，姐姐会想尽办法让你重新做回皇后的。赶紧回去，好吗？姐姐，你快帮我把孩子救上来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快把他救上来！好，阿娥，听话，你先回房间去休息，我会帮你救孩子的。赶紧回去，这儿太冷了。阿娥，听话啊，听姐姐的话，走。你在骗我，你骗我，你骗我！阿娥，听话，姐姐会保护你的。你只要安静的休息，皇上马上就会来接你了。听姐姐话。皇上，咱们回去啊，走吧。好妹妹，听话，走，孩子，走，这太冷了。孩子，咱们回房间去啊。求上天保佑我的心儿吧。保佑我的心儿，求求你了！上天，我愿意以一命换一命。从今往后，我不管身患何疾，绝不问医，绝不用药，只当是天命所归，甘愿承受一切痛苦。只是请你，千万不要夺取我儿子的性命，求求你，求求你。
谁在围帘后面？太后，我不是有意要违背你的命令，我只是听说杏儿好了，我想看一眼，只是看一眼就走。过来吧。谢太后。抱抱他吧，为了他，你也辛苦了。杏儿，杏儿，我告诉你啊，要论这个媚劲儿啊，连皇后也比不上你。淳于大人，你怎么知道皇后不如我呀？莫非你亲自尝试过？我说的不是当今的皇后，而是有就在招台殿的许皇后。我的这位皇嫂对我那可是一片痴情啊！你看，连她贴身的玲珑宝玉都送给我了，这可是皇上御赐的，想不想要啊？哎，哟，生气了啊？我给你把它戴上。这玲珑宝玉是许皇后的，如今戴在了我身上，你们看我是不是比许皇后还美啊？给我跳个舞。好。朕连日来批阅奏章，累得肩酸背痛。多亏爱妃啊，朕现在觉得通体舒泰，飘飘欲仙了。臣妾最近在永巷听到一些流言，我已经严禁奴才们乱嚼舌头了，可是凭臣妾一人之力，堵不住所有人的嘴呀。你听到了什么谣言啊？谣言多半不可当真，陛下还是不听为妙，免得生气。空穴来风，势必有因。你快把听到的全都告诉朕。臣妾听说，幽居在招台殿的废后许氏，和魏大人之间互通款曲，已经有一段日子了。这绝不可能！是哪个奴才敢捏造这种谎言？朕要把他碎尸万段！可是就连陛下御赐给许氏的玲珑宝玉，也被淳于长得去了。他把那块玉送给长安云霄居一个西域来的胡姬，那女人如今到处炫耀自己可以与皇后媲美，所以才搅得宫内宫外沸沸扬扬。如果这桩丑事是真的，就算想遮掩，也遮掩不住啊。许娥和淳于长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为什么要告诉陛下？万一被太后知道了，她肯定要找你的晦气了。
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要想制服敌人，就必须先下手为强。至于皇太后那边，皇上是不会让她知道的，就算知道我也不怕。他自己的外甥和宝贝儿媳做下了见不得人的丑事，他好意思来找我算账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？我看不出雪娥和淳于长倒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，更何况，那个女人现在也够可怜的了。我们夺走了她的一切，你为什么连个活命的机会都不留给她呢？做人可不能做得太绝啊！姐姐，你好糊涂啊！如今正是大好机会，可以把咱们的敌人连根铲除，容不得半点心慈手软。现在对敌人仁慈，将来身首异处的可就是咱们。可是雪娥已经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了，她怎么能威胁到我们呢？我要铲除的不光是雪娥，还有跟她关系密切而对我们地位最有威胁的人。你是说班婕妤？对，你不想想，你肚子里空空荡荡，人家怀的可是货真价实的龙种，到时候儿子生下来，我们姐妹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你到底想要怎么做？班婕妤跟雪娥又扯不上什么关系，是不是连淳于长跟雪娥的谣言也是你编出来的？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你别忘了，是你要我帮你的，我自然要帮你铲除一切麻烦。姐姐，你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安胎，而不是自寻烦恼。皇后殿下，姐姐，觉得我这样子好看吗？这条襦裙是我和皇上大婚的时候穿的。昨天晚上，我梦见皇上来接我了。我要是穿上这条裙子，皇上一定会喜欢的。我妹妹呀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来，姐姐帮你梳头，把你打扮的呀美若天仙，让皇上再也离不开你。姐姐，你说我该戴什么首饰呢？对，就戴皇上赐的玉。玉呢？玉呢？你别着急，你忘了吧？你把玉给了淳于长了呀，让他帮着你跟皇上说情的呀。淳于长。淳于长，你竟然敢背叛朕，枉费了朕这么多年的信任，你竟敢在背后和那个想害死朕的女人私通来羞辱朕！你这个忘恩负义、不知廉耻的东西！陛下，臣弟是冤枉的，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，陛下。冤枉你？连昭台殿的宫女都看到你出入，跟许娥那个贱婢甜言蜜语、谈笑风生，从云霄居的胡姬那里搜出了朕赐给许娥的玲珑宝玉。胡姬也交代说，许娥对你一片痴情，才会把贴身信物送给你。还有，这是你亲笔画押的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抵赖？那都是屈打成招的，陛下，臣弟从来没有对胡姬说过那些话，是胡姬她诬陷我。陛下，许娥是我的皇嫂，我从来就没有对她有过非分之想，又怎么会做出那些违背伦常的事啊？那块宝玉是许娥给我，想让我帮她向陛下求情的。陛下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啊！够了！朕不想再听你的狡辩。你既然敢做，为什么不敢当？你不配做朕的兄弟，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
来人，在将淳于长斩首弃市，朕要让世人看看，背叛朕，就算是兄弟，朕也绝不放过。是，陛下，陛下，带走。陛下，是陛下。臣弟被鬼迷住了心窍，是蛇勾引我的，求陛下开恩呐！求陛下饶了我吧！陛下！传朕口谕：赐虚额毒酒。记住，此事要赶到太后得到消息之前办妥。朕不想节外生枝，明白吗？传皇上口谕：废后许氏与逆臣淳于长秽乱宫廷，有辱圣恩，即刻服毒自裁。我妹妹是清清白白的，我要到皇上那儿去告你们，叫你们全都人头落地。哼，你以为你还能走出这扇门吗？真是痴人说梦啊！淳于长已经全部都招了，说许娥要利用他回到皇上身边，可皇上已经把他斩了。他是含血喷人，栽赃陷害。妹妹，你快告诉他们，你是被冤枉的，你跟淳于长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我不要去见淳于长，我不要见那个逆贼。他逼我，畜生！大人，你行行好，请你转告皇上，我妹妹是被逼的，都是那个淳于长做的孽呀！难道你们忍心对一个无辜的人下毒手吗？我们只管奉命行事。上酒。你们别碰我妹妹，让我来。你们就不能让我妹妹走得体面一些吗？一定要这么残忍吗？妹妹，这是皇上赐给你的酒，你快喝了吧。喝了以后就能见到皇上了。原来皇上还记得我喜欢喝西域进贡的葡萄酒，这酒红得像血，却香甜醉人，只要喝上一小口就能飘飘欲仙。别喝！怎么了，姐姐？喝完这杯酒我就可以见到皇上了，皇上在等我呢。好妹妹，喝吧，喝了就能如愿以偿了。姑可以动身了。皇后起驾。心儿，来，来呀，心儿，到母亲这里来。好了不起啊，心儿，心儿会走路了，心儿会走路了。太后，向您报喜了，刚才心儿第一次会走路了。她作为定陶的继承人，可以看得出她是越来越健壮，越发显出了气魄和胆量呢。只不过是人迈开脚步开始走路而已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？
他往后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。请太后恕罪。来，心儿。哭什么哭啊？这才几日不见就不认识姑了，不许哭！别哭了，松开手！看你把孩子都宠溺成什么样子了！像你这样调教孩子，只能养出个废物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除非姑允许，不然你不许接近孩子半步，不许哭。太后，求你别把心儿带走，我以后会改的，我一定会改，我绝不会宠溺她，我会严格的管教她。丁姬，姑告诉你，你若还想在王宫待下去，就得听姑的命令，闪开！太后，我求你别带走心儿，我不能没有她，我一天都不能没有她。陛下，被最信任的人背叛，臣妾知道，心里一定很不好过。可是有件事情，我觉得必须向陛下禀报。何德，你不必说了，朕觉得很累，不要静静。陛下，你怎么了？这些是什么？为何让你如此紧张？没什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是信吗？这些丝绢的样式很特别，要是臣妾没记错的话，曾经在班婕妤的增城殿见过。是他写给陛下的情信，所以才不好意思让臣妾看。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也巧了，臣妾想向陛下禀报的事，正好与班婕妤有关。有个人，陛下得见见。进来。他是什么人？让他自己说吧。把对我说过的事，原原本本的跟陛下再说一遍。如果敢有半句假话，当心你的舌头。奴婢阿月是班婕妤的贴身侍女。其实，这几个月以来，卫尉大人多次到增城殿私会婕妤夫人。此话当真？那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报信？之前奴婢一直不敢说，是怕招来杀身之祸。如今卫尉大人已经伏法，奴婢才敢斗胆上便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陛下，而是去找我呢？赵昭仪最受陛下宠爱，只要得到你的庇护，就不会有人敢加害奴婢了。奴婢冒着生命危险禀报实情，是为了保护皇室血脉的纯正。婕妤夫人所怀的孩子，不是陛下的。陛下，你打算怎么办呀？这不是真的，阿田没有理由这么做。一个女人为了摆脱深宫的寂寞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除了陛下，能够随意出入后宫的男人只有淳于长。只怪你太信任他们了，才会埋下这样的祸根。阿田的贤良淑德在宫内有口皆碑，他可不会像你姐姐或者许娥那样，任由自己的心性胡来。近墨者黑，班田和许娥走得那么近，共有一个情人也不稀奇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和你姐姐也是一样了。陛下，
你怎么能这么说臣妾呢？难道你怀疑我对你的忠诚？何德，你知道朕绝不会怀疑你。朕只是觉得你在嫉妒，才会看不清真相。恐怕看不清真相的不是我，陛下。你忘了刚才那些信吗？那也是班婕妤写给淳于长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是从你刚才的表情里看出来的。其实你也怀疑，但是你无法决断，你需要有人帮你下决心。别逼我做任何事。阿田是纯洁的。如果他真那么纯洁，就不惧怕任何调查。难道陛下不希望确认那个孩子真的是陛下的吗？只要把他交给叶廷玉，相信陛下会得到答案。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怎么不通报一声就闯进来了？传皇上圣旨，请班夫人随微臣到叶廷玉，交代清楚你和淳于大人的关系。什么意思？等到了叶廷玉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这是长乐宫，你们的来意，皇太后知道吗？皇上有旨，说此事不许惊动太后，你只要乖乖跟我们走就行了。儿臣拜见母后。母后这么匆匆赶来，有什么事吗？你还明知故问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把阿田抓起来？他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朕已经吩咐过他们不要惊动母后，这帮不中用的奴才。果真是你！阿田还怀着你的骨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他？没错，是朕下的命令。他背着朕跟淳于长暗中往来，朕要叫人调查清楚。这样的谎言你怎么会相信？你把阿田看成什么人了？母后以为儿臣愿意相信吗？儿臣愿意让人一次又一次地从朕的尊严上践踏过去。母后，你好好看看，睁大眼睛好好看看你所信任的，想方设法要塞进朕心里的女人，都是什么样的嘴脸？他们让朕恶心。这些信是假的，字迹不是阿田的，是别人伪造的，你也应该看得出来。这些丝绢，母后应该认识吧？只有阿田才会用这些丝绢，别人怎么会得到？而且还有看见他们私通的人证。人证在哪儿？你把他找来，姑要当面盘问他。这些就不劳母后费心了。叶廷玉自然会调查个水落石出。要想嫁祸一个人，有1000种办法。何况，就算阿田真的跟人私通的话，也不会笨到留下如此明显的证据。那是他以为朕永远也发现不了。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已经认定阿田背叛了你，是吗？你为什么不用你自己的脑子好好思考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还是你现在就是想让阿田跟阿娥一个下场？朕本来打算过些日子再跟母后谈许娥的事，既然母后已经知道了，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你不跟我商量，就擅作主张刺死了阿娥，你们也是有过夫妻情分的，为什么你就不问问他的理由和想法呢？你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残忍？朕对天发过誓，
绝不姑息。任何一个背叛朕的人，谁要是胆敢背叛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赵飞燕偷情就平安无事，阿娥就死有余辜吗？朕是皇帝，难道事事还要向母后请示不成？好，不管你打算怎么做，如果你要赐死阿田，就先赐死母后。让你受委屈了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来，阿田，请你原谅我，也原谅我的儿子，好吗？太后，不是你的错。只是我不明白，为什么陛下会认为我跟淳于长有染？难道我跟随他这么久，他对我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我的心真是凉透了，我甚至不敢相信，他就是我即将出世的孩子的父亲。他对我一点爱也没有了吗？傲儿就像着了魔一样，谁都劝不动，满脑子都是偏执的念头。我都觉得他越来越陌生。阿田，我第一次这么害怕，我怕会失去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像失去阿娥那样。阿娥，她怎么了？阿娥她走得很安详，没有受多少罪。怎么会这样？好了，都怪我那外甥淳于长，他害死了阿娥，也害死了他自己。阿娥是被冤枉的，她那么单纯，难道你不清楚吗？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阿娥已经死了。阿田，你要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学会忍耐，一定要把孩子平平安安地生下来。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朕有负于你啊。陛下给臣妾的已经太多了，多到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嫉妒的地步，怎么会有负于臣妾呢？不，朕连个孩子都不能给你，意想不到的孩子却接连出现。朕最想要的是我们的孩子，你和我的孩子。也许老天嫉妒我吧，所以不允许我为陛下生孩子。不，会有的，何德。只要你生个儿子，朕会马上立他为太子。陛下，要是臣妾永远都不能为你生儿子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朕不相信会发生那种事，不信。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还有你姐姐的孩子，你不用担心。臣妾谢谢陛下对姐姐的既往不咎。这次的事情让臣妾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生怕有人借机再重提姐姐的过去，让陛下为难。要不是你们姐妹情深，她又怀了朕的孩子，朕也一样会惩罚她。朕平生最恨的就是侮辱朕尊严的人，而欺骗是对朕最大的侮辱。那陛下打算怎么处置班婕妤呢？阿田，阿田的事就算了吧。许娥的死已经够让母后伤心了，朕不想再因为阿田再跟母后把关系闹僵。今后他能安分守己，朕也不想再追究下去了。可他的孩子明明是孽种。住口！从今往后，不许你再提起孽种这两个字。朕已决定的事，谁也不容更改。听说即将出世的是一位皇子，但是我祈祷出世的是公主，这是为了你和你的孩子着想。就算把石头丢在河里还有个响声，你倒像锯了嘴的葫芦，真是个沉闷的女人。朕不知当初陛下看上了你哪一点，会跟你在一起。不过你还能得意多久呢？别忘了，你肚子里的可是个孽种。狐狸的尾巴，想藏也藏不住了。原来在后宫散播谣言的，就是你。丫头，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让人看见了怎么办？哎，你每天装模作样的不累啊？我这个在旁边看的人都累了。你说，我要是能像这石榴一样该多好！她满肚子种子，可我这肚子里一颗都没有，马上就要生了，真是急死我了。你当初假装怀孕的时候没想过有今天啊？真是自作自受！你不帮我想办法，老数落我有什么用？你看班婕妤的肚子，像个随时都会破壳的鸡蛋一样，里面要是钻出个公的来，咱们就全完了。你以为出宫找个孩子那么容易啊？又不能随便抓一个来凑数，既要长得像皇帝，还要父母舍得出手，还要是最近出生的，哪有那么正好的？再说，我掩人耳目、偷偷出宫的次数也不能太频繁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你说该怎么办啊？火都要烧到眉毛了，你却告诉我没有水救火。好了好了，这事急也没有用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你再耐心等等吧。不管有多困难，我都会找到合适的孩子。总之不能让那姓班的女人骑到我们头上。
家里实在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婆婆又病得厉害，要不然我说什么也舍不得卖孩子呀。是个漂亮的男孩，你看。这孩子我要了，这些钱你先拿着，10天后会有人来接他，到时候还会给你另一半钱。宫里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？赵飞燕那个死丫头倒是越来越能折腾了。我早就觉得她怀孕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是假的。她想从民间弄个男婴送到宫里面去。他竟然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，你应该揭穿他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揭穿他对我的大计有什么好处？还不如留着他，或许对我还能有点用。太后，难道你真的要让他弄个假太子出来吗？当然不会。能继承皇位的只有姑的心儿。姑想叫他明白，什么叫做枉费心机。姐姐，工人们都走了吗？放心吧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那里怎么样了？今晚孩子能顺利进来吗？北区的卫士都已经打点好了，3更之后，我派出去的产婆就会把孩子带进来。可是夜深人静的，万一孩子哭起来怎么办啊？这点我早就想好了，让太医开了点安神的药给孩子喂下，这一路上他就会睡得太太平平的。你说太后会不会起疑心啊？别的嫔妃生孩子都大张旗鼓的，而我们却偃旗息鼓，她会不会猜到孩子是假的？半夜里突然生产并不奇怪。我们已经瞒了10个月了，只要度过这最后一关，将来的天下就是咱们的了。姐姐别慌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别着急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天都快亮了，磨磨蹭蹭的，真是没用。孩子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孩子怎么死了？快把它拿出去埋了，不能留下任何痕迹，也别让任何人看见。是。姐姐别再伤心了，还是想办法应付眼前的麻烦吧。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丁桃那个老太婆，她是个刽子手，她是个疯子，我要去告她，让她给孩子偿命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还不明白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皮子底下。这场仗从一开始我们就输了。既然输了，就该认输。再这么闹下去，只会两败俱伤。难道我们就这样任他宰割？我们就这样做他一辈子的傀儡？他越来越丧心病狂，如果不反抗的话，我们迟早都会死在他的手里的。我们当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但如今不是时候。我们要先抓住他的把柄，才能给他致命的打击。
像他这种蛇蝎心肠的人，会有什么把柄？会有的，是人就会有弱点，只是需要时间把它找出来。不，你放心，我们还是有胜算的。我怎么跟陛下交代？怎么跟皇太后交代？我怎么在皇宫里立足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事已至此，你就不要再难过了，好好调养身体吧。陛下，你会怪罪臣妾吗？失去孩子，又不是你的错，朕不会怪你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那臣妾以后还有机会吗？打碎的花瓶是没有办法还原的，你应该明白。今后你仍然是皇后，但不要再奢求别的了。陛下，在听到赵皇后流产的那一刻，我心里没有一丝的不忍和怜悯。我不得不承认，那个时候我对生命极其漠视，我关注更多的是皇权的继承。赵皇后长乐未央，退下吧。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敢私自闯入皇宫？我是来救你的。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连个婴儿你都不放过。他是我唯一的指望，你是魔鬼！闹够了没有？你进来，帮我劝劝你这个无知的姐姐。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？难道你忘了他是怎么害我们的吗？如今想要保住我们拥有的一切，就只能跟傅太后联手。他已经答应不再算计我们了。你相信他？他只会把我们往绝路上推。你错了，我们三个在同一条船上，要面对的也是同样的敌人。不管从前有什么恩恩怨怨，都应该一笔勾销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只会一次又一次的陷害我们。用你那缺乏智慧的脑子好好想想吧。只要班婕妤的儿子一出生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会不复存在。事到如今，只有斩草除根，才能永享太平。姐姐，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。难道你真的要像他一样，去杀一个无辜的婴儿？谁挡我们的路，就除掉谁。爱妃为何行如此大礼呢？臣妾想求陛下一件事情，请陛下无论如何都要答应我。这里只有你和我两个人，有什么话不能直说呢？干嘛要用宫里的那套繁文缛节呢？你说吧，只要是你的请求，朕一概答应。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遣送我和姐姐出宫，永远都不得回来。这是什么胡话？
为什么要朕这么做？你明知道朕不能没有你，怎么还会说出这样的请求？如果臣妾还有一丁点办法，也舍不得和陛下分开。你记得吗？我曾问过你，要是我永远不能给你生儿子，你会怎么办？这两件事有什么关联呢？其实早在1年前，他已经为臣妾诊断，说我永远都不能生孩子。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都碎了。想到这一生都无法为心爱的男人延续血脉，我就觉得自己生不如死。所以那时在为姐姐求情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怀了必死之心的。赫德，如果朕早知道这件事，就绝对不会对你说想要孩子的话了。心里埋着流血的伤口，却要每天对朕展露笑脸，你一定吃了不少苦。朕答应你，今后绝不会让你再流泪了，相信朕。陛下，姐姐已经流产了，我也没有孩子，半截鱼的孩子马上就要降生了。陛下，你一定会在皇太后的逼迫下宣布立他为太子。将来一旦陛下有什么闪失，我们就失去了保护，等待我们姐妹的只会是万劫不复的地狱。如果陛下对臣妾还有怜爱之心，为了避免这种下场，求陛下尽早的送我和姐姐出宫，躲避灾难，求陛下了。朕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。如果你真的担心将来，朕可以把班婕妤将要生下的孩子要过来，以你姐姐的名义收为嫡子，记名中宫，由你们姐妹来抚养。就算朕将来不得不立他为太子，你们也不会有后顾之忧了。不，陛下，难道你还不了解你的母亲吗？如果我们把孩子抢过来抚养，她会坐视不理吗？到时候不仅不会如愿，说不定还会受到严厉的处罚。更何况过继来的孩子长大之后，如果知道自己的身世，肯定会认自己的母亲做太后。到时候我们姐妹又该如何自处呢？朕明白母后的强硬，但毕竟朕才是皇上。真是这样吗？你不想想，你有多少次屈服在太后的威严之下？她和她身后那股强大的势力，是皇上你一个人能够抵抗的吗？陛下，我能明白你心里的矛盾。如果你摆脱不了太后的控制，就请你放我们姐妹一条生路吧。不，朕不让你走，你哪儿也不能去。你曾经答应过朕，要永远陪着朕的。如果陛下真的不想放弃我，
就只有一个办法，能帮我们。什么办法？圣旨到！皇上不亲自来看望阿田，颁什么圣旨啊？皇上政务缠身，不能亲自前来探视，所以想把皇子接过去看看。这么做太费周章了吧？皇子就在这里，他想看随时来看啊，抱来抱去干什么？不好了，简云夫人晕过去了。夫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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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呀，夫人，夫人，快传太医！夫人，快！回太后，微臣领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你必须要救活他。是。阿田，阿田，太后，请让我看看孩子，我怕我赶不到他，就已经挨不住了。不许你说这样的傻话，阿田，你一定要熬住啊，听到吗？有朝一日，你要亲眼看着你的儿子登上皇位，做个好皇帝。你是他的母亲，谁也不能代替你照顾你自己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请让我看看他好吗？快，把皇子抱过来。殿下，阿田，孩子刚才让皇上派人接走了，他想亲眼看看自己的骨肉。皇上为什么不自己来呢？皇上操劳政务，还想着要看孩子，你看他多在乎你们。好好的歇一歇吧，把一切都交给我，放心吧。孩子到底哪儿去了？谁也没看到，但刚才来传圣旨的那个患者不见了，恐怕是他带走了皇子。可是能把皇子带到哪儿去呢？会不会是赵氏姐妹派来的？他们两个应该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吧？我去一趟宣誓殿，阿田就交给你了。是。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？陛下，你认为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这样做虽然很残忍，却是眼下唯一能够摆脱困境的办法。何况，除掉一个孽种，对你、对汉室江山都是最明智的保护。谁说那孩子是孽种？那是朕的骨肉。陛下，臣妾知道你心里很矛盾，可是如果留下这个孽种，你的尊严何在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行，
不能伤害这孩子，把他给我！你不要阻拦我！如果不下手除掉他，我们姐妹早晚会死在他手上。难道你希望死的是我吗？你这个孽种，不许哭，不许哭！何德，何德！朕命令你放手！你为什么要下这样的毒手？为什么一定要杀了他？像这样的孽种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。陛下，你下不了手，我再帮你一把。如果陛下认为臣妾做错了，就马上处死我吧。你马上回朝阳殿去，今夜发生的事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快走！如果我们后来看到你，就糟了。那你怎么办？快走！你把孩子弄哪儿去了？
子是怎么死的？大概是他的身体太弱了，刚送来的时候脸色就不对，朕才抱了没一会儿，他就喘息困难，然后就……住口！你还敢撒谎！孩子的脖子上明明有被掐死的淤痕，是谁下此毒手？说！母后一定要听朕话。我想知道真相。是我把他杀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把他杀了，因为他是个身份不明的孽种，没有权利活在世上。你打我！当我是太子的时候，你打过我。可如今朕当了皇帝，就算你是母亲，也没有权利打一个皇帝。打的就是你这个逆子！我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！他是孽种，他是孽种！朕处死他是他罪有应得。这么柔弱的婴儿，有什么罪？费尽九死一生力气生下他的母亲，又有什么罪？有罪的绝不是他们，而是那些在暗地里散播仇恨和谗言的人。说，是谁说阿田和淳于长有染的？是不是孩子也是他们下手杀的？是赵飞燕还是赵合德？母后别再胡乱猜测了，此事都是儿臣一人所为，母后要怪罪，就怪罪朕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包庇他们。母后，我承认自己的手段太残忍，为此我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儿臣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。求求母后，把这件事烂在心里头，跟谁都不要说。这不仅是为了保住儿臣的颜面，更是为了大汉江山的稳固。如果天下人知道堂堂天子对一个婴儿下毒手，人心会大乱的。求求你母后，就当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傲儿，从前我道你是秉性懦弱，才会被女人哄得昏头昏脑。今天你让我彻底认清了你的愚蠢，你根本不配做皇帝！母后。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？害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如今怕也已经晚了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不像你那么冷血，短短几日接连杀死2个无辜的婴儿，还能若无其事？哼，他们又不是我亲手杀的。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他们会活得好好的。姑悄悄入宫，已经对你一再忍让。姑想做的事还轮不到你管，你只要闭上嘴，在一旁老老实实的看着就行了。你以为我还会俯首帖耳的做你的傀儡吗？休想！你以为你能够蒙蔽所有人，得到一切吗？我迟早会叫你付出代价的。哦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到太后那儿去揭发我吗？
难道你到今天还不明白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？失去了皇帝的宠爱，也就失去了唯一可以反败为胜的机会。你仔细看看你自己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自命不凡呢？美貌、青春，还是灵巧的舌头？我告诉你，你除了一颗染满尘埃的心和一天比一天更多的惶恐之外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你凭什么跟我作对？太后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是你那位聪明乖巧可爱的姐姐有些事想不通，我在帮她指点迷津呢。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皇帝有没有起疑心啊？我是当着皇帝的面下的手，没有隐瞒他。虎毒不食子，看来这话是说错了。难道是老虎的眼睛瞎了？就是自己的孩子，也照样会咬死。这天底下，还真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？既然事情已经办成了，姑也不便久留了。你们要记住，这件事情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，这也是为你们自己的小命着想。迟早有一天，姑还会回来的。哼！没想到，你也彻底沦为了他那样的魔鬼。正是你眼前的魔鬼几次三番的救了你，让你不至于变成个死人。在这地狱一样的永巷，唯有魔鬼才能生存。谁？你是谁？没有朕的传召，你来干什么？陛下，臣妾是想来看看孩子。从他生下来到现在，臣妾还没有见过他呢。他长得是不是很像你？臣妾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梦到孩子不见了，只剩下了一滩鲜血。陛下，母子心连心，要不是这样，我也不会来打扰您的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会原谅我？孩子是母亲的心头肉啊！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会让我见孩子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让我见孩子一眼！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，陛下，我求求你，别这样，我求求你，别再磕头了，求求你，孩子已经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孩子到底怎么了？
孩子送来没多久，就夭折了。这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，不，是朕杀了他。你杀了他，你为什么要杀了他？如果不是你教朕失望在先，朕也不至于这样绝情。这一切都应该怪你。从你跟淳于长通奸的那一刻起，就应该想到今天的后果。你笑什么？我笑，我居然会爱上你这样一个瞎子！不仅眼睛瞎了，连你的良心也瞎了。是你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孩子，我竟然会把他交给你这样一个野兽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如果你胆敢刺杀朕，不仅你的父亲和兄长死罪难逃，连你整个家族都会灭亡。你回去吧。来人！不许过来！不然我就杀了皇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太后，你们退下。是。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快把刀放下！来，过来，到我这儿来。没有人再伤害你了。你别过来！太后，我一直相信你会保护我和孩子。就算全天下的人都骗我，我也相信你不会骗我。即使阿娥姐姐那么悲惨的死去，我也从来没有动摇过我对你的信任。现在我才知道我自己有多傻，我被你们母子玩弄于股掌之间。是你们联合起来杀了我的孩子！你们这些凶手！我知道，现在无论怎么解释，也无法平息你心中的愤怒。傲儿做了天理难容的事，可是你不能杀他。不仅因为他是皇帝，他更是我的儿子。求你体谅一个母亲的心情。求你宽恕他，我替他向你赔罪，就算我求你了。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孙子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也
是母亲，就应该明白失去孩子有多痛苦。你杀了我的孩子，我也要杀了你的孩子！阿天，如果你一定要报仇，就杀了我吧。儿子的罪孽就是母亲的罪孽，如果鲜血能够平息你心中的愤怒，我愿意代替他去死。太后，我没想伤害你。不怪你，你是个可怜的孩子。阿天，阿天，太后，求你不要犟嘴，我的家人。随和元年的春天，永巷才再度热闹起来。因为皇帝始终没有子嗣，必须在定陶王刘歆和中山王刘兴之间选出一位太子，而真正在两人背后操纵实权的，却是夙愿深沉的傅瑶和我。哎呦！平静之下蕴藏着澎湃的野心和凛冽的杀机。定陶王刘歆、中山王刘兴叩见陛下，太皇太后殿下。免礼平身。谢陛下。康皇帝，你的容貌真的是太像你父王了。只是你父王的笑容更加灿烂、明媚，使人如沐春风。刚才有一瞬间，朕还以为是康帝回来了。祖母教我，要像父王那样，仁厚忠义，德才兼备。只是我才智平庸，还远不及父王。小小年纪就这样懂得谦虚，看来定陶太后是花了不少心思养育栽培你啊。定陶王，你为什么带来这么多官员上朝啊？祖宗有定制，诸侯王入朝面圣，应率封地内2000担官同行。国父、国相、中尉都是封地内2000担官，所以都可随从。中山王为何只带国父入朝？是依据的什么法令呢？中山王，怎么连自己的侄儿都比不上？我在中山呐，最想念的
就是这兔肉了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忘不了这个味儿。阿远，你都已经是做祖母的人了，馋劲儿还是改不了。哎呀，皇太后啊，你还不知道阿元吗？从小啊就这么爱吃，哎呀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这么有胃口。他呀是吃得下也要吃，吃不下他也要吃，也不怕把自己撑死。像我这样堂堂正正的吃成个胖子也没什么，就怕有些人不知足啊，这大腿呀都撑得比腰还粗了，还跟别人抢呢。我还用抢吗？都在我自己碗里呢。我想什么时候吃我就什么时候吃，我气死他我。皇太后，你给评评理，这么多年了还这么霸道。好了，为多大点事儿，你喜欢的话，我让庖厨给你做。你们两个人为了那么大点事儿争成这样，再说了，要争到未央宫去争，不要在我的长乐宫里争。太后肯这样破费，看来你对太子之位是志在必得啊。跟聪明人说话真是半点也不用费力。我还没有开口，赵昭仪就已经心领神会了。当年我果然是没有看错人，你的资质远远在你姐姐之上，皇后之位本应属于你。说到底，皇后也只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封号，就算抢到手也没多大意思。何况我怎么能和我姐姐去抢呢？没有皇子，却能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这是别的女人几辈子都修不到的福气，你却轻轻松松的就办到了。哼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连我这个老太婆都羡慕你呢。太后可真是折煞我了。当年如果没有你的栽培，我又怎么会有今日的风光呢？不过册立太子这种政事，皇上是不会愿意让女人插手的。就算我想帮你，恐怕也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赵昭仪啊，不用多虑。姑已经说服了翟方进和朝中多位重臣一起支持馨儿，你的支持只不过是锦上添花啊。你若不肯助我一臂之力，等到将来我的孙子登基之后，昭仪的风光恐怕就到头了。我也没说不帮你啊，只是这件事困难重重，中山太后那边有皇太后撑腰，而昔日我和这位中山太后又有一些过节，如果我有什么动作，只怕皇太后那边会跟我为难的。无需担心，中山太后是个母老虎，可要论心计，她还不如你的1/10呢。何况等他们知道的时候，这大事已成定局，他们又能把你怎么样呢？哎呀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姑知道，能够扭转皇上心意的人，非赵昭仪莫属。郑君啊，咱们只有把馨儿扶上皇帝的位子，大汉才能太平，永相才能太平，你我才能太平啊！要是让阿瑶得了逞，恐怕无论是谁，都永无宁日了。我都明白，就算我身为皇太后，也不能强迫皇帝做决定，他心里面有他自己的想法。你要是按照他的想法去做，那可就糟了。这还没到分胜负的时候，我心里有数。我会去说服皇上，
为了社稷着想，也不能让阿瑶夺了权。一旦刘歆登基，那他只会沦为阿瑶的傀儡，到时候就真是天下苍生的不幸了。唉，照你的观察，你对这2位太子人选都有什么印象啊？中山王刘兴，性情淳朴，但资质愚钝，才学见地更是平庸。而定陶王刘歆，虽然刚刚年及弱冠，却头脑敏捷，思路清晰，对答如流，是个聪明又能干的少年。看来陛下的心中已经有了决断。可是春秋有云：“立嫡以长，不以贤。”为的就是防止君主以爱憎行事，以及嫡子们对储位的觊觎和争夺。这历来是安定社稷的大经大法，违背了就会引来灾祸。你明白吗？母后所言有理。问题是，明知道一个人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帝王，还要硬把他扶持上去，这恐怕也不是什么社稷之福吧。能力不足可以培养，才疏学浅可以学习，头脑不那么灵光，可以委派贤明的大臣去辅佐他。可如果你立刘歆做太子，却是后患无穷。母后为何这样说？刘歆的祖母傅太后是什么样的女人，你了解吗？她口蜜腹剑，心计阴毒。当年你还没出世的时候，她就屡次3番下毒手，想要除掉你。母亲，我为了保护你，没少吃苦头。这些事，朕曾听你讲过。可是，母亲也不一直教导我，要以德报怨嘛。况且自从他们迁居定陶之后，傅太后一直安分守己，悉心教养孙子，并没有什么谋逆的行为啊。虽然她身居定陶，表面上过着平静的日子，暗地里却始终觊觎着你的皇位。赵氏姊妹就是她安插在你身边的棋子。母后的意思是说，皇后和昭仪都是傅太后的人？确凿无误。我先后派了公孙夫人和萧大人去暗访过她们姊妹的身份。可是母后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跟儿臣提起这件事？因为你的整颗心都被赵合德给攥在了手心里面。就算母亲告诉你他是魔鬼，你会相信吗？傲儿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能让刘歆做太子，不能让傅太后有机可乘。一旦刘歆将来登基，傅太后一定会像当年的吕后那样兴风作浪，动摇社稷根本。傲儿啊，我这辈子从未求过你什么事，这次就算母亲恳求你好吗？朕打算立中山王刘兴为太子。众卿家到底是赞成还是不赞成？不要在底下窃窃私语，大声给朕说出来。陛下，定陶王是你弟弟的儿子，礼曰：昆弟之子，有子也；为其后者，为之子也。臣以为定陶王亦立为太子。臣以为立嗣为亲，中山王乃先帝之子，是陛下的亲兄弟。以尚书盘庚中殷之吉王的先例来看，当立中山王为太子。丞相和大司空所言各有道理。还有谁想禀奏？礼曰：兄弟不相入庙，立弟弟为太子，有悖宗法祖制啊！陛下，中山王才疏学浅，不堪委以君王重任。立储理应选择德才兼备之人。定陶王的聪明才智是有目共睹的，臣等一致支持他。定陶王尚且年幼，一旦登基，难保不受制于人。
请陛下三思。是何德吧？不好玩，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陛下。会这么做的女人，除了你没有别人。陛下刚刚在想什么心事，想得这么入神呢？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有个人分担你的忧虑，你就可以轻松些啊。还不是朝廷里的那些事，大臣们争论不休，让朕头疼。哦，是不是为了册立太子的事情？你觉得朕该立谁为太子呢？关乎社稷的大事，女人怎么好插嘴呀？没关系，就当朕跟你闲话家常。中山王和定陶王你也都见过了，对他们有什么印象啊？两位王爷各有千秋。中山王看上去不善辞令，也许是大智若愚；而定陶王才华横溢，却说不定外强中干。你呀，倒是生就一张巧嘴，谁也不得罪。经你这么一说，朕更不知道该立谁为太子了。陛下真的不知道吗？恐怕你心中早有主意了，只是碍于皇太后才左右为难吧？你怎么知道？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皇太后一向与定陶太后不和睦，而与中山太后感情亲密。在眼下这种关键时刻，她会支持谁，当然是一目了然了。可是，朕听说你和皇后从前都是定陶太后一手栽培的，你却从来都没有跟朕说过，你心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？我们姐妹出身微贱，这点从来都没有隐瞒陛下。定陶太后苦心栽培，并把我们献给陛下，陛下应该感激她才是。她一直不透露此事，是因为她不愿意居功。若不是定陶太后在幕后相助，臣妾又怎么有机会与陛下相识相爱呢？你的话也不无道理，看来倒是朕错怪了定陶太后的一番美意了。何德，你知道吗？今生能与你相遇，朕从来都没有后悔过。如今正是报答这位恩人的好机会。只要陛下让刘欣当太子，臣妾也会受到庇护。而中山太后一向都视我们姐妹为敌，若是她的儿子登基，我们姐妹一定会成为她的眼中钉。朕不蒙天佑，至今未有祭祀，天下无所系心。观于往古进士之界，祸乱之盟，皆由私焉。定陶王欣于朕为子，慈人孝顺，可以承天序，继祭祀。其立欣为皇太子，封中山王舅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，邑中山3万户，以慰其意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我原以为傲儿真能明辨是非，当机立断，结果我犯了天下母亲的通病，太相信自己的儿子了，让定陶太后暗中掌控了整个朝廷，我的位置
也变得岌岌可危。陛下，你忘记服药了。此药能助你雄姿勃发。你不是每日都要服下一颗吗？有道理，这丹药可是方士进献的宝贝。如果陛下一次吃下10颗，不就可以给臣妾10倍的快乐吗？好，那朕就把这些丹药全都吃了。陛下，陛下，你怎么了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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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来人呐！陛下昏过去了，快来人呐！陛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傲儿，傲儿！姑听说陛下昏倒的时候，只有你一人在他身边。告诉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臣妾醒来的时候，陛下已经昏倒了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臣妾毫不知情。太医，陛下到底得了什么病？皇上是患了风寒。什么风寒这么严重？皇上都病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还不跟我说实话？万一皇上有什么闪失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皇上双目晦暗，印堂发紫，阳气过度损耗，怕是已经濒临油尽灯枯了。赵昭义，请你离开这儿。此时此刻，我早已将太子之争抛至脑后，变成了一心一意为儿子祈祷平安的母亲。然而，彻夜不眠的祈祷和太医的治疗均无任何成效。我们母子还是到了不得不分别的时刻。陛下，母后，何德呢？把何德叫来。还有飞燕，让他也来。飞燕，这些年你辛苦了。如果不是嫁给我，你可以跟喜欢的男人一起去你们喜欢的地方，做喜欢做的事。
我把你绑在身边，却没有珍惜你。陛下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不仅侮辱了陛下的尊严，还侮辱了自己的爱情。我是个坏女人。不，你是个好女人，是我辜负了你。何德，如果能让我重活一次，我最想做的事还是跟你相遇，爱上你，然后不顾一切的去渴求你的爱。陛下，对于这样的女人，你不可以再留恋。母亲，就当做是儿子最后一次请求，在我死后，不要为难何德。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在地下都不会瞑目的。母亲，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小时候，我连做梦都会梦到你把我抱在怀里，温柔地给我唱歌。可是梦醒来后，眼前却只有你的冷面孔。浩儿，我真该早点这样抱着你。过去是我对你太严厉了，是我辜负了母亲的爱，我恨过你，以为你很无情，甚至把你当成了我的敌人。每次看到你痛苦，我就感到报复的喜悦。我真是为自己的愚蠢而羞耻。母亲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原谅我的自私和任性。我从来没有真正把你的过错放在心里，我只是责备我自己。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。为了我，母亲吃了太多的苦，我却从来都没有报答你，还处处跟你作对，让你伤透了心。为了反叛，
叛逆，两个无辜的女子死在了我的手上，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血，这辈子是洗不掉了。如果阿田和阿娥地下有知，听到你的忏悔，他们会原谅你的。听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会亲自去跟他们忏悔，无论他们想怎么报复我，我都甘心接受。还有阿田的孩子，这是我所有春心当中最不可饶恕的。但愿我的死能抵偿我的罪孽。傲儿，既然你有勇气忏悔，就一定有勇气活下去的，是吗？你不能死，给我好好的活下去。我只有到阴间去忏悔。如果有来世，我想继续做你的儿子，补偿你，报答你。母亲。谢大人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臣调查这些事情已经不是1天2天了。早在皇上驾崩前的几个月，臣就开始到处搜罗证据，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还那些枉死的冤魂以公道。既然你早就知道，为什么不早来禀报呢？微臣虽有心维护正义，怎奈我官轻人微，说话没有分量。如果皇上在世的时候就出面揭发赵氏姐妹，恐怕早已人头落地了。妹妹，大事不好了！到底出了什么事啊？让姐姐这样惊慌。我刚得到消息，司隶校尉谢光在皇太后面前参了我们一本，把谋害许皇后、班婕妤还有杀死皇子的事情全都扯了出来，还搜罗了一堆人证和物证。这下我们可要大祸临头了。皇上刚一咽气，他们就巴不得我们死。好啊，让他们来呀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妹妹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再跟他们较劲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干脆咱们出宫吧。如今我们已经生是宫里的人，死是宫里的鬼了，往哪里逃啊？如果被抓回来，只会死得更难看。我在来的路上就发现不对劲儿，交房殿和朝阳殿突然多了不少人，恐怕是皇太后派来监视我们的。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，赶紧得想想办法呀！真正想要对付我们的是定陶太后，
谢光是定陶太后的人，他一定是受到了定陶太后的指使，才会对我们落井下石。否则，此人跟我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什么要对付我们呢？这个恶毒的老太婆，原来一切都是她在背后捣鬼。看来她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才能够安心，因为我们知道她所有的阴谋。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是我绝不后悔。我们曾经得到过的恩宠和荣耀，是别人穷尽一生也无福得到的。就算死，我们也死得荣光。妹妹，千万不要说这种话。如果你死了，姐姐一个人在这个冷冰冰的世上，怎么活得下去呢？答应我，你不要做傻事，答应我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要记住，我会永远保护你的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赵合德的样子干净得像个婴儿，可惜在这副天使的面孔里面是一副魔鬼心肠。你们都退下。赵昭仪，夜半三更的，你有什么话要对姑说？谢光上奏确有其事，这点我无需隐瞒。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，我姐姐并不知情。这么说，是你亲手杀死了阿田的孩子？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？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一个无辜的孩子？不除掉他的话，他早晚会成为威胁我地位的敌人。你为什么会如此的阴毒？明天，赵氏姊妹就会成为阶下囚。像我姐姐那么愚蠢的女人，我根本就没有把我的计划告诉她，她只会成为我的绊脚石。你以为你如此袒护你姐姐，赵飞燕就能逃脱罪责吗？我为什么要袒护她？有人能陪着我死，不是更好吗？不过她活着，会对你更有用。等我死了以后，你就会明白，我虽然生在民间，却得到上天的眷顾，生得花容月貌，既能进宫，又如何能避免争宠？既然争宠，又岂能不专宠？人生得意须尽欢，何况作为一个女人，身在后宫，如果得不到皇上的宠爱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儿子对我的宠爱到了痴迷的地步，甚至不惜死于我的裙下。作为一个女人，我死而无憾。相比之下，太后你既得不到丈夫的爱，也得不到儿子的爱，我真是同情你呀！放肆！你这个魅惑人心的妖女！妖女？不错，我就是一个迷惑男人心智，让他们神魂颠倒的妖女。可是你的儿子到死都还蒙在鼓里，以为杀死的是个孽种。为了保护我，他甚至替我隐瞒了真相。看看你有多失败！你的一生都不如我这么光芒耀眼，你还不如我这个妖女、皇后、太后、太皇、太后！
去！你们这些看门狗，快滚开！滚开！不能进去！我要找那个狠毒的老太婆，让我进去！让我进去！皇后殿下，你这样大呼小叫的，不觉得有失身份吗？让他进来吧，姑倒要看一看，他这么着急找姑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放手！我妹妹今天一早投河自尽了。你现在心里是不是特别高兴，特别得意呀？不需要你亲自动手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拔去眼中钉。赵合德自杀，跟姑扯得上什么关系？何况他罪有应得，他做过什么，姑不说。皇后殿下心里不是不清楚吧？那都是在你的教唆下干的，你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。陷害许皇后、班婕妤，还有杀死皇子，不都是你谋划的吗？可笑至极呀！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据？哦，姑想起来了，一定是皇后殿下痛失爱妹，受了太大的刺激，脑子不清楚，才会这么满口胡言的吧？趁着姑还没有派人把你赶出去之前，你还是好自为之的自己走吧。我要为我妹妹报仇！干什么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个老妖婆！我要杀了你！放他走！老妖婆！我要杀了你！走吧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走！太后为何要把他放走？他不过是姑一个小小的鱼饵，姑还要用它来钓大鱼呢。你们不是他安插在宫中的棋子吗？为什么突然之间和他反目成仇了？我不妨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傅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，我妹妹也是受她的教唆，才会一步步踏上不归路的。她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谋夺皇位。自从被发配到定陶的那一天起，她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安排所有的阴谋了。我们姐妹出身寒微，被她收留，自然只有对她唯命是从。可是她却心怀鬼胎，一步步把我们推入了地狱。刚才你说的这些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人知情吗？只有我和妹妹知道她所有的阴谋，所以她才会利用谢光想铲除我们。妹妹就是为了保护我才自杀的，还不惜一切的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。我要为妹妹报仇。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话，你现在就可以杀了我。但是那样只会让你真正的敌人拍手称快。你是不是在为傅太后的事为难？是，他手段的狠毒超过了我的想象。许娥、班田，还有我那出世不久的孙儿，都是他指使赵合德下手加害的。为了让自己的孙子登位，他不择手段，把我身边的亲人一个一个除掉。我不会让他如愿的。如今皇帝刚刚驾崩，人心浮动。傅太后在朝廷内有党羽密布。上次在立嗣的问题上，竟连你的兄长大司马王根都为刘歆说好话，要想推翻刘歆继位，困难重重啊！我兄长王根啊，仗着位高权重，挥霍无度，
我已经多次提醒过他，但他都当成耳边风。他会被傅太后收买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。只是令我感到痛心的是，兄妹的感情比禅意还薄。好在如今已经由你的侄子王莽接任大司马，他的人品和才能得到举朝上下的认可，相信他不会辜负你的期望。萧大人，你身为大司空，王莽为大司马，你们是我的左右手，这次的夺储之争就靠你们了。事不宜迟，尽快动手，一定要让中山王取代定陶王继承皇位。我会私下约请丞相翟方进和大司马王莽一起商议废太子的事。皇太后，你还是不宜直接出面，一切由微臣代劳吧。好。今日宴聚，是为一件关乎社稷的大事，要与2位大人从长计议。如果定陶王刘歆登基，天下就等于沦落到定陶太后之手。到时候不仅是汉室江山的不幸，更是苍生黎民的不幸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让中山王取代定陶王继位，才能扭转乾坤。这也是皇太后的心意。但此事需秘密进行，一切还要靠2位的全力支持。废除太子有违先帝意愿，就算你我身为3公，可一旦掀起夺储之争，却难以服众。吾等怕是无力回天了。翟丞相此言差矣，大臣乃朝廷柱石，事关社稷，岂可畏难退却？定陶王年幼，定陶太后又野心勃勃，若听凭那女人摆布，将来皇帝形同傀儡，我等万万不能让那样的灾祸发生。定陶王的才智和学识都在中山王之上，这也是经过先帝亲自考证的。而皇太后和定陶太后一向面和心不和，宫闱之争时有发生。如今皇太后支持中山王等位，这既不符合祖制，又不顺应人心。到时候面对这些责难和非议，我们总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？做臣子的，这个时候自然应当出面替皇太后做挡箭牌，不然何以称股肱之臣？2位大人不必争了，我明白丞相的顾虑。自古以来，成王败寇，夺储一旦失败，别说3公的官位不保，就是项上人头也保不住。可是在这紧急危难的时刻，不正是需要我们挺身而出吗？就算为此付出性命，我萧玉也在所不惜。相信大司马也与我的想法一致，能否助我们一臂之力，请丞相三思。望丞相三思。跪下！定陶太后，大司马，没想到你还有机会到姑的监牢里来做客吧？定陶太后，你竟敢绑架朝廷要臣，快放我出去！来人呐！哼，你就是在这喊破了喉咙，外面也没有人能听见。哦，我都忘了，这个监牢啊，
是孤用特殊的材料建造的，外面的声音传得进来，而里面的声音却传不出去。王莽，你信不信？孤就是在这悄悄把你杀了，也不会有人知道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真正的原因，你应该心知肚明啊！我不仅邀请了你，翟丞相也有幸来了。你们在萧大人府上商议的那个秘密，能不能说给我听听啊？定陶太后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萧大人宴请我们，只是饮酒作乐，增进彼此之间的交情罢了。真是可笑之极，大司马啊！在这种紧要的关头，萧大人会请你们饮酒作乐？大司马不说也没有关系，因为翟丞相自己已经承认了。萧大人是想联合你们，谋夺我孙儿的太子之位，对吗？忤逆先皇的旨意，罪名有多大，你知道吗？哈哈，对了，你们是觉得你们有皇太后为你们撑腰，对吗？她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，哼，其实废除太子之位，不就是她的主意吗？我告诉你，皇太后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这是我们这些大臣为了社稷安危做的决定。你以为凭你们3个人就能扭转乾坤吗？啊，错了，不是3个人，是2个人，因为翟丞相已经答应帮我了。大司马府和丞相府的家人今早都来报告说主人没有回家。昨夜我们商讨完大事之后，他们2人就离开了，如今下落不明，我心中有种不安的预感。恐怕傅太后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做的事，先下手了。她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，看来你们的身边早有她的爪牙。皇太后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只能跟敌人殊死一搏。可是如果大司马和翟丞相都在傅太后手上的话，我们投鼠忌器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傅太后既然已经控制了他们，接下来就会想方设法逼迫他们供认出幕后的主谋，到时候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你。傅太后一定会趁机命令你交出皇权，然后彻底的把你逼入深渊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一力承担的。萧大人，你不必为我担心，你也要保护好自己才是。萧大人，萧大人，出了什么事了？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心事重重的样子。多处之事已经败露，用不了几日，傅太后就要到长乐宫来兴师问罪了。此事不是一直都在秘密进行吗？傅太后是如何得知的？到处都有她安插的耳目，只是没想到，她竟然敢劫持大司马和丞相，把他们扣为人质。这样一来，就是想要对付她，我都无法动手。那皇太后不是很危险吗？就算定陶太后不敢杀她，那也会想方设法夺取她的权利，甚至把她逼入冷宫。不会，我绝不会允许那种事情发生。如果不能保护她，我留在她身边还有什么用呢？你是想要……请你什么都不要跟皇太后说，要不然她一定会阻拦我的。
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，请你成全我。萧玉，你是来自首的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是不是你策划了夺储的阴谋，交代你的同谋，还有幕后的主使者？是我一个人做的，与他人无关。带下去。姑要去说出真相，让他们把萧玉放了。他是为了保护姑的。殿下，既然你知道他是在保护你，就不应该做出冲动的事情，辜负他的一番苦心呐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如果能由我去做这个替死鬼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冲上去。萧玉和我一样，为了保护你的平安，不惜付出自己的性命。只有你活着，才能制约傅太后的野心。萧玉，他舍身取义，就是为了不让你倒下去。现在说出真相，也救不了他。所以殿下，请你珍惜自己的生命，珍惜萧玉的牺牲啊！退下。你就这么不想看到我吗？下官是戴罪之身，何劳定陶太后亲自来探望？牢房里面又冷又脏，太后还是请回吧。你又何必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呢？就当作是老朋友叙叙旧。你这几天都没好好吃上一顿吧？来，这里有刚刚温好的酒，我陪你喝2杯。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是担心酒里有毒，对吗？你是怕我会下毒害你，是吗？你还是萧玉吗？我看你现在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。也罢，反正明天我就要上刑场了。临死之前有美酒与美人相伴，死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才是我认识的萧玉。你是一个浪子，天下的女人你都不会放在心上的，对不对？我早就不是浪子了，如今不过是阶下囚，太后又何必把心神浪费在我身上呢？还不如不管我呢。
我要是偏不呢？小玉，我本来就一无所有，如果再不靠自己去争夺的话，就只会被人遗忘。如今我拥有了一切，唯独缺少一个我真心喜欢的男人和我分享。小玉，我讨厌你的眼神，讨厌你看我的样子。我感觉我是和你毫不相干的人。我讨厌你对我不屑一顾的态度。你就为了一个从不把你放在心上的女人吗？以至于你到了今时今日，她都不肯来看你一眼。你值得吗？你值得吗？你这个愚蠢的人，你值吗？我就是为他去死，也不会跟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在一起。小玉，我恨你！你不是想死吗？好，我成全你，我诅咒你下地狱，我永远恨你！你难道没有自尊心吗？还来做什么？萧大人，我是来看你的。没想到有人比我来得更早。我知道，此刻任何话都显得多余，也显得虚伪。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向你表达我的愧疚之情。我做这件事完全是出于自愿，并不希望你有此负担。坐吧。虽然这样做很失礼，但能不能请你陪我喝一杯？以后就没有这种机会了。这酒还是刚才定陶太后带来的，希望你别嫌弃。定陶太后，她也来看你了。他说想和我在一起，跟我分享他拥有的一切。那你为什么没有答应他？我虽然
贵为皇太后，可是我却救不了你。但是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你就可以被赦免。你真的一点都不明白吗？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从来没有感觉到？还是你一直装作不知道？我知道以自己的身份不配说这样的话，但是在我临死之前，如果还不能说实话，我死都无法瞑目。所以，请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说几句心里话。说吧。还记得这只簪子吗？一直以来，我心里都装着一个女人，她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我的女人，我也永远无法名正言顺地去爱她。但是只要能够陪在她身边，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原本以为能这样默默地守护她一辈子，可是没想到这么快就要分别了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皇太后，请你答应我，替我好好照顾她，好吗？以后无论遇到怎样的艰难，我答应你，他绝不会轻言倒下。你真的想要置萧大人于死地吗？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皇位，为什么还要杀人？收手吧，阿瑶。皇太后，除非幕后指使另有其人，也许还有转机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马上说出来吧，兴许还可以救他一命。行刑时辰到。等一下，带他过来。小玉，你现在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幕后指使说出来，就可以平安无事。你就别再白费心机了。无论是作为一个臣子还是男人，敢做就要敢当。
我不像有些居心叵测的女人，只会在别人背后张开獠牙。这种女人在我萧玉眼里，再美也是丑陋的。我每次想起来，每次都会觉得恶心。你天无私父，地无私载，日月无私照。萧玉舍身取义，撼山岳，撼大汉王朝。痛定思痛，满朝文武百官无不从刑场上看清孰是孰非。傅瑶终归没能把我从皇太后的位置上推下去。表面看来双方是旗鼓相当，其实却是两败俱伤。因为我们都失去了对自己而言最重要的人。萧玉的死促成了我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。随和2年4月，定陶太后终于迎来了自己如愿以偿的那一天。太子刘歆顺利登基，称为汉哀帝。就在定陶太后以为自己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，我却秘密地安排好了凌厉的反击，因为我知道已经不能再继续妥协，妥协就意味着牺牲和死亡。朕是与生俱来的皇帝。朕的父亲定陶王刘康与孝成皇帝一样，都是孝宣皇帝的孙儿，所以朕也是名正言顺的天子。今后朕会革除孝成皇帝遗留下来的弊端，再次重振祖父孝宣皇帝开创的盛世。支持朕的，朕会把它当作朝廷的栋梁来重用。如果有谁胆敢反对朕，朕将把他视为整个大汉的敌人。众爱卿，听清了吗？太皇太后宣旨：先帝在立陛下为太子时，就已经根据祖制把陛下过继为大宗，
这也就意味着，陛下一旦登上帝位，就跟定陶太后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定陶太后应马上离开长安，返回封地。祖母含辛茹苦地养育朕成人，如果让她返回封地去，朕就再也没有机会向她尽孝了。百善孝为先，我朝一向以孝治天下。难道太皇太后竟要朕摒除孝义，做一个无视孝道的皇帝吗？皇帝既然已继承皇统，理当供奉太皇太后，不应当再顾念私亲。你今后能够尽孝道的，只有太皇太后一人。如果定陶太后不愿意回去的话，那姑只好让皇上陪同她一块儿离去了。恭请定陶太后离开长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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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臣妾谨遵太皇太后懿旨，请你不要再为难皇上了。明日我就启程，返回定陶。我知道你走得很不甘心，但是为了你的子孙着想，你只能回定陶。我们之间的输赢还没有定呢，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我最讨厌你那副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样子。要不是因为你，那些人全都不必死。从你一开始跟我作对，抢走属于我的一切，就应该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。你才是罪魁祸首。你真是无可救药，你赶紧回定陶去，永远都不要踏入长安半步。我知道，虽然你是太皇太后，可是你要清楚，当今皇帝是我一手养大的孙子，他血管里流的是对王姓的仇恨。不要妄想下毒手毒害我的孙儿。虽然我远在定陶，可是我还是会对长安城内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。你记住，总有一天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会要你恭恭敬敬、俯首帖耳地跪在我面前，向我行礼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开始向女性的软弱做最后的诀别。从这一刻起，我决心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全新的启程，全新的考验，全新的对决。